欢迎回到心流时刻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你越是想要得到某样东西，越是拼了命的去追求，那个东西反而离你越远。就像手中的沙子，抓得越紧，流失得越快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被教育要努力，要争取，要吸引。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种法则，它不需要你用力，甚至不需要你吸引，它只需要你学会睡觉，你相信吗？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发生在1933年纽约大萧条时期的真实故事。故事的主角叫做内维尔·高达德 Neville Goddard。 当时的他还不是后来的灵性大师，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舞蹈演员，身无分文，住在破旧的公寓里，甚至连下一顿饭在哪里都不知道。那是11月的深秋，纽约的寒风刺骨。内维尔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渴望，他想回家。他的家乡在遥远的热带岛屿巴贝多，他想念那里的阳光，想念家人的拥抱，想念不用为生计发愁的日子。但是现实是残酷的，他的口袋里连1块钱都没有，更别说一张昂贵的船票了。在当时，从纽约到巴贝多的旅程简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。绝望之中，他去找了他的老师阿卜杜拉。阿卜杜拉是一位精通卡巴拉智慧与灵性法则的犹太导师，虽然行事低调，但他的话语总是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。内维尔对阿卜杜拉说，我想去巴贝多，但我没有钱。如果是普通的老师，可能会教他如何赚钱，或者如何调整心态接受现实。但阿卜杜拉不是普通人，他看着内维尔，眼神如炬，说出了一句震惊世界的话。他说，你错了，内维尔，你已经在巴贝多了。内维尔愣住了，他看着窗外灰蒙蒙的纽约街道，心想这老师是不是疯了。他说，不，我在这里，在纽约，在你的客厅里。阿卜杜拉摇摇头，语气坚定得像是一块磐石，不，只要你还在想着我要怎么去巴贝多，你就永远去不了，因为这代表你现在不在那里。你要假设你已经在那里了。你走过这扇门，不是走在纽约的第72街，你是走在巴贝多的棕榈大道上。你闻到的不是纽约的废气，是加勒比海的咸湿海风。从那天起，阿卜杜拉给了内维尔一个奇怪的功课，他不准内维尔讨论如何去，也不准他问钱从哪来。他只要求内维尔做一件事，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纽约的床上，但要想象自己是睡在巴贝多老家的那张床上。阿卜杜拉说，你要在脑海中运用你的感官，不要只是看见画面，你要感觉到，感觉床单的粗糙质感，听见窗外的海浪声，闻到母亲做的早餐味道。你要在这种已经在巴贝多的感觉中沉沉睡去。第一周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内维尔有点急了，他试图跟阿卜杜拉抱怨，结果阿卜杜拉直接转身甩门，丢下一句话，我没什么好跟你讨论的，你已经在巴贝多了，一个在巴贝多的人怎么会问这种问题？被骂回来的内维尔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做，他不再用大脑去分析，而是开始用身体去演。每天晚上，他在入睡前的朦胧状态中开始构建一个单一的场景。他想象他的哥哥来码头接他，他想象走上登船的梯子，手扶着栏杆那冰凉的金属触感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中播放这个片段，直到它变得比现实还要真实。就这样，他在纽约的寒冬里，每晚都在巴贝多的热带梦境中入睡。直到12月3日的早晨，一封信从门缝塞了进来，那是他哥哥寄来的。信里写着，内维尔，我们全家都好想你，如果你不能回来过圣诞节，这就不像个家了。我已经帮你买好了船票，随信附上。内维尔拿着那张船票冲去找阿卜杜拉，但他发现那是一张3等舱的票。在那个年代，3等舱意味着拥挤和脏乱。他有点失望地跟阿卜杜拉说，我有票了，
但是是3等舱。你猜阿卜杜拉说什么？他说：谁告诉你，你是坐3等舱去的？你是坐头等舱去的，你在巴贝多。内维尔再次无言以对。几天后，当他拿着票去码头登船时，检票员拦住了他，说：先生，我们有一个好消息，原本订头等舱的一位客人临时取消了，我们决定把你升等到头等舱。就这样，身无分文的内维尔穿着旧大衣，坐在豪华的头等舱里，喝着香槟，一路航向了巴贝多。这一年，他在巴贝多度过了最完美的圣诞节。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巴贝多的奇迹。而这背后运作的原理，内维尔后来将其整理在他的经典著作《感觉就是秘密》（Feeling is the Secret） 之中，他称之为假设法则。什么是假设法则？简单来说，吸引力法则告诉你，同频相吸，你要去吸引你想要的东西。但假设法则更霸道，它告诉你，你不需要吸引，因为你本来就是。宇宙不会给你你想要的，宇宙只会给你你是的。当你说我想要有钱时，你其实是在对宇宙宣告我是个穷人，因为只有穷人才会想要有钱。于是宇宙回应了你的身份，继续给你贫穷的体验。而内维尔的方法是直接跳过过程，活在终点。你不必去想钱怎么来，机会在哪里，你只需要闭上眼睛，进入那个愿望已经实现的状态。那么具体该怎么操作呢？内维尔留下了一个最强大的工具，叫做 SASS State Akin to Sleep， 意思是类似睡眠的状态。这是在你每晚入睡前那个意识模糊、身体放松、介于清醒和睡着之间的黄金5分钟。这时候你的逻辑大脑下班了，潜意识的大门完全敞开。在这个状态下，请不要像看电影一样当个旁观者，你要当主角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想显化一笔财富，不要只是想象看着一堆钱，你要伸出你的双手，在想象中去摸那些钞票，感觉纸钞在你指尖摩擦的触感，闻到钞票特有的油墨味。如果你想显化一段关系，不要只是想象看见对方的脸，你要想象你的手上戴着戒指，用你的拇指去转动那个戒指，感觉金属的温度和硬度。只要做一个简短的动作，然后在脑海中不断循环，直到你觉得这就是真的，然后带着这种满足感直接睡着。这就是秘诀，不需要写369，不需要念咒语，只需要你会睡觉。当你在潜意识中种下了已经拥有的种子，现实世界就不得不重新排列组合来符合你的假设。这不是奇迹，这是法则。你也许会问，可是现实明明很糟啊，我要怎么无视它？就像当年的内维尔，明明身在寒冷的纽约，却要假设自己在温暖的巴贝多。这需要勇气，这是一种否定感官的勇气。当现实告诉你没钱，你闭上眼告诉自己我很富足；当现实告诉你孤单，你闭上眼告诉自己我被爱包围。请记住阿卜杜拉的那句话，你已经在那里了。如同内维尔在《感觉就是秘密》书中写到的，改变你的感觉，你就改变了命运。如果你想深入研读这位大师的智慧，这本书的连结我已经整理在下方的说明栏了。今晚当你躺在床上时，试着做一次这场心灵的旅行。不管你现在的处境多么艰难，不管你的愿望看起来多么遥不可及，闭上眼，走进你理想的结局里，去触摸，去感受，去感谢。因为在这个宇宙里，想象力就是神，而你就是那个造梦者。愿你今晚都能拿到那张通往梦想的头等舱船票。这里是心流时刻，陪你一起探索世界法则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故事，请按下订阅，让我们一起在心灵的旅途上显化奇迹。我们下次见。